证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就是任何年龄段的人，他都在渴求自己理想中的那种人生状态。在座来的，在这样一个节日的不能叫尾声吧，一个重要的节日时刻来到这里，度过大家的精神时光，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有追求的哈。而且今天我是路上我才发现，因为我们这个要讲的内容是关于春之声，就是春天的节日。我路上才发现，今天是春天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立夏。所以特别有意味，而且因为定这个日子，客观的讲，并没有刻意怎么定，而是根据大家的时间、不同老师的时间来安排的。所以我觉得很巧合哈，大家都是有缘人。那我期待呢，今天我们既能度过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艺术感的时光，同时也能在精神上得到这种熏陶或者说滋养哈。这是开场前的一个交流。那么下面我进入我的讲座内容。前边是人家做的，咱们就是管理的老师做的，是特别春天啊。我在做的时候，相对来说可能把色调压低了一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色调低一点显稳重哈，就是每个人风格不一样。那么这是我做的这个 PPT 啊。那么在讲之前呢，我想和大家稍微交流一下，为什么今天我能坐到这里和大家交流。刚才有位老师一看我进来，实际上我早来了，只是站在外面看看大家陆陆续续进人的状态。然后老师就说：“哎，这么年轻。”实际上我也不年轻了啊。这个我之所以能讲咱们关于节日节令，是因为我做博士论文的期间就做的是传统节日，而且不单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传统节日。而且呢，当时和那个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他领衔的重大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也是节日，有2个项目，我在里面既是子课题负责人，也是学术秘书，所以呢，从上学的时候就做节日，就到工作的时候呢也做，但是呢，可能工作的时候就根据工作需要会有微调，但是节日是我一直关注的。那么这样下来，将近20年左右了已经啊，我工作有10几年了，还有在硕士、博士后8年，大家算一算，是不是20年？所以20年的时间里哈，那么关注节日。那么在我研究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研究不只是文献的研究，也有实践的调研。比如我就去山东，在座的可能有很多山东人，山东莱芜这个地方专门过。我们一会儿会讲上元节，大家都知道上元节是什么节日？元宵节，对吧？那么还有一个什么节？中元节。那么还有个下元节，其中中元节在莱芜这个地方是特别重视的，他们的中元节就像我们的中秋节一样，那么是很庄重，所有的人包括公务员他们都要放假回家，有点类似团聚，但是他这个团聚又不简单的是活人的团聚，也有对祖先的团聚在里面，因为是中元节大家都知道，所以每个地方的特点不一样，也去调研过类似这样的节日哈。那么在讲这个节日之前呢，我也稍微给一点这种文学的语言哈，我就不再一读了。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节日，我们一定要追根问底。虽然大家可能都对传统节日感兴趣，但是传统节日它的根脉发源是什么？它的文化底蕴是什么？或者说它的价值或者底层逻辑是什么？可能很多人日用而不察，就是我每天都在生活当中，但是不知道到底它的原因是什么。那我现在就抛出一个问题，因为我专门跟工作人员说我们要有个互动，让这个讲座不要太死板。我第一个问题，看看大家这个就是比如你是一个属牛的，但是你的生日正好是这个叫什么阳历的底和农历的初，就是还没过新年，但是已经过了，比如以26年为底，我说这个牛不一定对呀，这个属性不对应，咱就以26年为例。那么你是26年1月，就是阳历啊，1月20几或者2月20几，但还没过春节，那你说你到底是多大年龄？怎么算？从什么时候为节点？有人能给我一个答案？一个答案了，还有吗？可以举手来表达，顺畅的表达，这样你可以站起来充分的表达，大胆的想，大
大胆的想，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除了传统节日还有什么？节令。对，节令哪一个？立春。所以从现在告诉大家，真正的春天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说你的属相如果来划分，严格的来说是从什么时候划？立春。对，立春就算你不知道你的这个到底属牛还是我说的牛和属这个举个例子啊，当然不是今年的这个属相，或者马哈。马和蛇，你不知道哪个，就从立春那一天算起，打了春之后，你就属于后边的属相，无论它过没有过春节，立春之前，那么你都属于前边的属相，这是有趣的现象哈，这是节俗里的东西啊。前面的这种文学的语言咱就不说了啊，因为我是有个底稿的，我就没拿这个底稿。我讲课不爱照本宣科，因为肚子里也是有的啊。所以下面是我们要讲的4个内容。第一个也是刚才说的，我们讲节日不是单纯的就表面的内容讲内容，我们要追根问底。而且我的博士论文有25万字，其中一章专门就讲的这个根源或者文化底层哈。那么第2个层面呢，我们要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已经文化自信了，现在的国潮这么发达，但是原来的时候可能大家意识不到我们的中国人的美学或者是哲学的底蕴是什么，所以呢，第2个层面呢，也要把文化的哲思放在里面。第3个呢，不能都是哲学层面的东西，大家就可能觉得太累了，所以我也尽量把我的学术语言转换一下。那么第3个又是节令这个方面，因为节令啊，严格来说它更加的要求科学性。比如初中生的时候的地理学是属于文科，大家知道大学的时候、研究生的时候地理学属于什么科？理工科。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出了一个很漂亮的杂志，叫什么？很多人会看，对，你看他就是到了后边都属于理工科了。但是比如初中的时候，我学的时候，我的地理很好。我为什么要学地理很好？因为我当时的人生理想是，我要游遍全中国、全世界，我得会这些，了解这些啊。所以呢，节令严格说，它是和什么天文地理嘛，上天文地理，它就连在一起的。太激动了，有点想咳嗽，所以就趣谈一下。最后是一些感悟性的啊，总结性的其实是。下面我们进入第1个篇章。这个岁，也就是我们说的年，或者说我们说的春节的那个原始的叫法，在古代啊，早期叫春节可不叫春节，它就叫岁，或者叫年，还有叫载啊，就是这种原始这种文献记载。那么这个岁，它早期在甲骨文它是怎么写的呢？它就是一个谷物成熟的样子，就是一个稻谷成熟的样子，就是那样子的哈。一会儿我截了图。所以这一年的这个年呢，它是一个周期，或者说它是和我们的时间认知有联系的。有人说时间到底存在不存在？这是我从5月初不叫5月初1了，5一到今天，我每天去一个地方，是跟一个这个咱市里的一个部门哈，就是要调研北京市的美术馆的情况，本来这是暗访，所以我不能说这个部门的名字啊。那个其中我就看到一个展很有趣的是，它展就是在798，它展出来一个这个叫什么春分，那个是一个人的造型。哎，我就问这个工作人员，我很好奇，因为我知道春分的意思，但是我想知道他用人的一个造型取名叫春分是什么意思。可是工作人员就没回答下来，然后那个后边就有人偷偷的推了我一下，说：“哎，老师，你有问题可以私下交流啊，你不要。”他
他可能也是直播。我在想，知道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啊。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年，这个岁啊，它早期就是谷物成熟是和时间有关的，所以我们的传统节日也好，我们的节令也好，实际上是一个时间观念，但是时间观念就像我们界定我的人生一样，就是我们界定人生是什么？从时间的历史长河当中，这是一个纵坐标；从一个大的空间，比如宇宙世界的，这是一个什么横坐标。所以我们宇宙它其实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宇，一个是宙，就是时间和空间。那么从时间和空间来说，如果说没有文化，那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客观的讲，这个世界是不存在这些所谓的认知，一切的秩序的建立就是人文的建立，文化的建立。所以时间的认知是我们称之为人的重要一环，因为它横坐标、纵坐标两个坐标的重要一环是之一。那么同样，比如我们平常自己的这个身份也是如此的，比如您是妈妈啊，您同时也是女儿，那您同时也是妻子，它也是一个秩序的坐标。所以那么我们中国人就永远喜欢把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间进行链接，所以呢一会儿会讲我们的哲学底蕴里就有重要的结合的方面哈。这是岁和年它的传统的根基，时间的概念。但同时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之前，我们就是以农立国，所以农业决定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那么我们的传统节日和农业或农耕也有重要的关系，这是第二个大的关系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个什么国？文明古国，还是个礼仪之邦。而这个礼仪怎么体现？就是我们重要的《礼记》里所记载的礼，那么礼也是秩序的重要体现，所以它是第三个维度。下面我们一一来看年的早期。所以年，你看文献记载啊，年在夏朝的时候是叫岁，在商朝的时候呢就叫祭祀的祀，那么在就是周朝的时候它才叫年。这个唐虞指的什么时候呢？就尧舜禹时代，是指的载。所以你看我们3年5载，它指的还是年的意思。那么这都是不同时代的一个记法。那么其中呢这个岁就指的是万物由始终它生长一次，就是谷物生长一次。那个古代不像今天啊，比如它还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令节日主要是指我们北或者不叫北啊，南北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温带这个地带，我们不能拿三亚，比如南方来把这个节令，因为它的诞生之初就在这个时间段，所以呢，那个时候的这个谷物成熟，不像现在比如像南方就谷物能3季熟，是吧？但那个时候不是这样，那就是1季，再加上那时候生产不发达，所以它是这样一个从春天播种，然后秋天收获，冬天藏，是这样一个周期。好，所以这是指的这个年。你看甲骨文里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像一个谷物非常饱满，然后要歪了？就是大家见过小朋友不知道见过没？那个稻谷成熟的样子，那个谷子很大，垂下来哈。大米也是一样的，小米也是一样的，都是垂下来哈。那么就说到这个哲学底蕴了啊。那个哲学最重要的是什么？天人合一。在解释天人合一之前，我给大家通俗一点讲，让大家比较了解我们的天人合一的本意，还有发展意，最后它的包蕴意是什么。比如我们一般对天的认知，比如说天空，这是指它的物理性的天，就是我们平常从简单的说这种物理啊，就不是精神层面。第二，比如我们说老天爷呀，这是精神层面的天。所以我举的特别简单啦，其实这里都有那个原始的那个文献记载。那么我们一般对天的认知是2个大的概念，一个是物理层面的天，一个是精神层面的天。同样，那么在物理层面的天呢，就像刚才我一开始给大家铺垫的，古人喜欢把大宇宙和小宇宙进行对应。比如就有学者，从古代就有，今天还有，就说这个人是天之父是啥？就是人是天的另外一个拷贝，
就是比如什么是人的是眼睛，什么是手，什么是那个，包括女娲造人也是这样的哈，它都是对应的。那么这样呢，就发现我们是不是经常吃饭的时候讲应季食品，对不对？就是你在不同的季节吃什么样的食物，同样你的人体的发展也是这样的。在春天就是生发的季节，真的是春天是生发的季节，那个哪怕还穿着羽绒服。有一天我去奥森散步，哎呦，那个芦苇荡那个地方，那个癞蛤蟆呀，哎呦，一堆一堆的，关键是都是俩俩的，都是俩俩的。那天的阳光特别好，我才发现春天真是一个生发的季节，万物萌发，除了植物的萌发，动物也在萌发啊。对。那么所以呢，下边有这个人之天之父，我给你看一下人家是怎么对应的啊，这是学术里的东西啊。他认为呢，天就是大宇宙，那么人是小宇宙。那么像董仲舒就认为，比如人的五脏对应五行，人的四肢对应40，人的就是眼睛啊，就是睁和闭就对应昼和夜，那么人的好恶就对应阴晴。如果我们简单的从所谓的科学这个词来界定这种界定，会觉得它这种很可笑可能。但是反过来，人如果从文化的概念去理解它，就不是这样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古代我记得我上中学学政治课的时候，有一句话经常被批判，就是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的这个是吧？就说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哈。可是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吗？你的坏心情，你对身边的这个社会的认知，有的时候就是你思想到那个地步，你的认知到那个地步，你的心情就是到那个地步。比如你今天开心，你是因为没去想那个什么人事的烦恼哈，包括你工作时候的烦恼，或者说你家庭时候的矛盾。但是如果你思了，然后这个矛盾马上就来了，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咱们想说的并不是要和所谓的科学去对着来，咱是想说人生活在这个时代，那么是有各种层面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关系一样，你是妈妈，你是有各种认知的。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比如我们要解决情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文化的东西去解决哈。它并不是简单的对和错。你知道我们的传统的教育，或者说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喜欢给你一个简单的对和错。其实这是很可怕的，这个世界真的没有简单的对和错。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让大家都开怀一下哈。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有冲劲儿的人，我觉得我凭着我的努力，我的才学，我一定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我觉得确实我也取得了一定的所谓的成绩。但是当你再不断冲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你决定不了的。那么那些人事的事情咱就不说了，还有一个东西是你决定不了，就是身体。比如我以前写文章，或者是别人要求我做什么，我就喜欢按时按点的完成。可是这个时候呢，因为你接很多的东西，或者别人认知你的话，他就更多的邀请你，你就很累，你熬夜，有时候熬大夜，是熬通宵。年轻时候可以熬通宵，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熬不了。你熬了之后，你就觉得有的地方不舒服，真的是这样。包括眼睛，尤其是天天坐办公室的人，我的眼睛，我博士毕业都没有戴眼镜，同志们。可是我是工作之后才戴上眼镜，你们想象的。因为我原来也在行政待过，在我们单位的科研处，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人工智能化，就是全靠手工。比如统治全院的科研成果，发表什么文章，发表什么做什么项目，然后全部是 Excel， 很小，全院的人很多，就会特挑战眼睛。我就会发现很多事情不是自己能决定得了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就需要去缓解哈。这个延展开来，并不是说对这个今天的讲课没有用，而是说让大家更通俗易懂的理解今天的这个道理。再看看今天的人对这个节日的一个
转换的认知。而这个是台湾学者黄有志，我当时看到这一篇所谓的叫什么文献啊，我很吃惊，哇，觉得还有这样的对应，至少我们大陆人还没有这样去研究哈，所以我觉得特别重要，让大家也了解一下。你看对应的我们的它是一个生命观啊，生命观的一个价值。我们的春节代表万物更新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对春节是最重视的。元宵节是一个新的方向哈，然后清明节它注重的是传承，大家都知道。尤其是今天的清明节，它更加的有祭祀的成分哈。端午大家都说祭五毒，端午节哈祭五毒，但是其实是一个保健，因为端午这个是马上过了今天这个节日，后边再来的传统节日就是端午节了。那么端午节那更加的不是简单的万物萌发，就是各种的害虫就出现了，而这些虫呢对人是会有危害的，比如蛇、什么蜈蚣、什么蝎子。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戒五毒就是提醒大家要有保健的意识哈。那么七夕节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和爱情对应的啊。那后边我就不一一来读了啊。你看，它是一个周期，一个圆满的周期，所以它还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第一个认知，就是物理概念的天。你看刚才说了，它是一个人是天之父的概念，下面是精神层面的天。刚才的天是人是拷贝大自然的，或者说学习大自然的。现在的天是精神层面的天，就是人和天是相通的。那么怎么个相通法？就要回到我们中国支撑我们就是老外老诟病我们，认为我们没有信仰。我们到底有没有信仰呢？信仰可不等于简单的宗教哦。比如我以前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也问过我当时的老师，他就是首先他是一个党员啊，咱在这里要郑重的是要有政治正确。那我就问他，那你作为一个这个无神论者，你到底有没有信仰？他就给我一个通俗易懂，肯定有信仰啊。无神论者一样要有信仰，因为信仰是人精神层面的支撑。我就讲，比如自己家有人故去了，祖先，那你说你对他的这种敬重，你又是他生命的延续，你难道不应该对他有最起码的这种我们叫慎终追远这种尊重吗？因为我们只有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知道我们从哪里去。就像大树一样，它长得再参天，它底下的树根必须是叫什么根深的。大家去过那个福建的云水谣吗？看到它那几棵大树了吗？不是几棵，10几棵。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很震撼，客观的讲，你看那个树根，它那个树根有的暴露出来了，那真的是比树枝还要粗，它就是对应的。那比如我们城市道路上种的树，为啥老倒呢？因为它树根它不是根深的，它才容易倒。一般来说，你树干多大，树根也是多大的。一般来说，从自然生命生长，但是城市道路的很多树，它实际上是被刨过来的哈，是移植过来的，它树根当然没那么大，所以它也很难上边树干大。为什么老砍头呢？原来我特别不理解城市老砍树的头，我觉得太丑了。后来我发现不砍它真的容易出事儿，它老容易倒，所以我也慢慢的习惯了啊。我这个人就各种事情都爱关注，因为我去了那个苏州园林，去了扬州，前2年烟花3月下了扬州，回来之后，人家扬州的那个树的造型每个都很漂亮，绿化带的也很漂亮。正好我去奥森走路，哇，我们正在砍头，砍得秃秃的，我想这个审美太可怕了。实际上我知道它是可以砍的，但是不要一下子全砍完，要留一些。那么同样我再回到信仰哈，那我们的信仰呢，主要体现在几大宗教里面。这个宗教第一是儒家，我们不叫教哈，儒家。第二是道家，我们有人在信仰，这就是在农村或者什么会叫它道教啊，我们叫道家。那么还有一个是佛家，你看我们都没有用宗教的这个概念哈，因为它是有哲学东西在里面的。我们重点讲的是它哲学的层面或者文化的层面。比如儒家的这种我们叫五常啊，儒家最爱讲的是这个，它是一个秩序的体现。那道家呢，尤其是庄子的逍遥游多么漂亮啊！小朋友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能够
背一下，那真是太磅礴了。那么佛家也是，佛家的这种人性及佛性的这种概念，那么他们都是和宇宙对话、和社会对话、和他人对话的一个表达啊。所以它是人和天是相通的啊，我就不深入来讲了。来对应总结一下我刚才讲的内容，简单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对天的认知有2个层面，一个是自然意的天，一个是神性意的天。那么自然意的天，人是天之父，所以天和人是一致的。那么神性意的天认为精神层面的是相通的，那么最终它体现为天人合一，是2个层面的合一啊。好。那么下面进入我们刚才说的哲学的探讨。那么我们中国人啊，很多的哲学家已经做了总结，我不用再重复他们的一些话，我只是把它提出来供大家了解。很多人都认为我们中国人呢，就是看问题喜欢怎么笼统的看，这个词儿比较中性，没有贬义的意思啊。那么西方人看问题喜欢怎么辩证的看，这也是个中性的词。反过来中国人看问题，他喜欢这个笼统，也可以叫是一种直观，像佛家的那种顿悟一样。那么西方看问题，他喜欢掰开了看，就是分刚才说的2元分，喜欢特别干嘛？分类，就是比如这个世界叫什么他们喜欢怎么分类呢？就比如我们的学科吧，还回到这个学科，我们刚才说的文科什么理工科，这就是西方的典型的划分。比如在我们古代的叫什么这种私塾，它就不是这样划分的哈。那么所以呢，他是喜欢把它就是主客来划分啊，按他认为是非常有逻辑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喜欢比如我们就拿《红楼梦》，因为这个大家知晓度更高，《红楼梦》在古代认知很高，但是同时我们对《红楼梦》的评论，比如今天我们也有评论，就和《红楼梦》时代不一样。它主要是什么评啊？叫脂砚斋的什么评？点评，就是我读了这个东西，在后边直接记，哎，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它不是像你看今天在看大家如果有做文学研究或者艺术研究的那个评论就不是这样了，那就开始结构、主题，对不对？人物是这样划分的，它是不一样的哈。而那种评论看似很随意，但是功底很考究，因为你得对这个事情特别了解，你才能驾轻就熟的来解决。比如我吧，我刚才说了，我虽然做了20多年的节日研究，但是我现在的重点，如果大家搜我的话，会发现我做演艺研究，演艺包括戏曲，戏曲也是和传统文化有关。也当然因为北京嘛是个全国文化中心，那么不但有传统的戏曲，比如话剧、音乐剧、歌剧，那么在全国也是领先的，所以呢，它整个加在一起都叫演艺。那么这个领域，它相对来说呢，就传统的这个比如我们说的昆曲、京剧和话剧，它的认知就不太一样，因为话剧从西方过来的。比如我们传统的这个戏曲，它特讲究什么？留白，包括开门、关门，是吧？这个叫什么？马鞭代表马，是吧？4个兵代表千军万马，它都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美学，我们也叫什么？叫意象的这种表达，或者叫我们的审美，或者叫抽象的审美啊，这是。对，意象美学，所以我们相对来说它是圆融的，它没有那么绝对。那么国外或者说西方，这个西方呢，主要以英文的这个讲英语的这个西方，比如印度就和它不太一样啊，这不是我们重点来探讨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们平常所说的中外，我们中国的中外研究的外，大部分是以英语的这个语言为主的这个，但是实际上真正的中外可不是单纯的这一个啊，只是笼统的讲，这是智慧这个哲学层面的。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传统节日。那么我们的传统节日里，其中重要的一个精神层面的底蕴，实际上是儒家的这个仁礼敬。一点点来说哈，这个人呢，特别是儒家的我刚说的五常，就是五纲，说错了，就是夫为妻纲，夫为子纲，
君为臣纲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儒家的这个仁其实就是一个慈悲。你看24孝，包括我们平常所说的忠君爱国，都是在这个层面里边的。那同样，比如我们在所有的传统节日里最重视的一个传统节日当然是春节了，对吧？春节里面在古代尤其是那先是要去给皇帝类似拜年这种的，它是有秩序的。先是那同样，比如我小的时候，我举例，我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们老家小的时候拜年真的要跪在地下磕头的哟，就是比如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先给父母，因为跟父母住在一起嘛，先给父母拜年，就是磕头，接到小朋友拿到压岁钱，再去比如爷爷奶奶，假如没和你住在一个院子，那么你再去爷爷奶奶那个院子里给爷爷奶奶拜年，然后再开始拜就是村里的长辈的，在五福之内的，比如叫二爷、三爷这样的身份的，他是特别讲究的，就是从最亲的开始。就像一个我们投在湖里一个石头，那个涟漪一层一层拨开来，是特别讲究的。那同样，那么在中国的这个社会秩序里也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中国大家都说绵延5000年的文明而不断绝呢？实际上我们更替了很多朝代，甚至我们一次又被一次的这个被外来文化的浸染。比如佛教，不是这刚才那个图片里，佛教就是外来的，本来它不是中国生发的，但是它也融到了我们的血液里。比如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这些文明也是外来的，它也融到了我们血液里。你看今天我们在座的椅子、凳子、麦克风什么，这些都不能说都不是我们生产的，不能这样说，是它的原始的技术也不是来自我，但是它也融入到了我们血液里。所以我们中国是一个特别能够包容各种文化的。那么但是虽然能包容，但是我们又特别讲究远近亲疏的一个文化啊，这是人的最佳的体现。礼也是如此，礼和它是对应的。说到礼啊，我和大家来交流一下。我本来是想插个图片的，最近太忙了，因为老到外面调研就没来得及。我们的节日啊，早期它是和律法历法是有联系的，那么这个历法也是和农耕有联系的。但是大家知道怎么测律吗？至少那个河南博物院，包括河南文物局，他们呢在发现了著名的贾湖骨笛之后，就会发现这个贾湖骨笛啊，它真的很厉害。有几大厉害啊？我通俗的说，第一大厉害，因为我们中国的音乐，传统的音乐，古琴，比如是我们的传统音乐，它只有宫商角徵羽，也就是说有5个音节。但是我今天的钢琴有多少个？大家有很多人会弹钢琴，是7，这就是从音节上是7个。大家就会认为，中国有的人啊，中国的这个在音乐上落后于西方。但是下边给您印证，正好我有个朋友带过来送我一个礼物，让大家看看贾湖骨笛的3D 打印版，不可能拿着文物来啊。本来还有个特别漂亮的礼盒。但是呢，我今天上午要去另外一个美术馆，我特别沉，我就放在了我这个，也给大家宣传一下，不是让你们买啊，这是那个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排了一个舞剧，名字叫《永乐未央》，这名儿很好听，是因为有个未央宫，大家有机会可以看，所有的佛教造像就有点像敦煌的，你看颜色是不是像敦煌的那个？就是很漂亮哈。永乐未央，对，未央，看看这个贾湖骨笛的造型，1、2、3、4、5、6、7，对，这个骨笛呢，我这个是个3D 打印版啊，它不是原始的，但是是1比1刻制的，这是专业的人，而且搞音乐的，同时还得搞技术，就是既有艺术又有技术的人啊弄出来的啊，音节的乐器，这就是贾湖骨笛的重要意义。它的2大意义，第一大意义就是在音乐上，然后证明了我们中国不输于西方，而且更早。第二个意义呢是
证明我们的文明。大家都知道，现在国家特别重视什么？叫探源工程，就是它的全称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源工程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北京的琉璃河。如果听说的人都知道，马上也想申遗的，我们刚刚申遗成功的是什么？中轴线，对对对，马上要这琉璃河也是，包括那个河南的二里头，包括那个其实包括三星堆，但是三星堆要晚一些，也包括那个杭州就是浙江的良渚文化，这些都是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要探源工程这么重视呢？是因为西方除了质疑我们其他的东西，他还质疑什么？认为我们的夏商周这3代是不存在的，当然商肯定存在啊。商为什么存在？因为有甲骨文做印证。下面我再给大家交流一个问题，这次大家举手啊，因为互动让他们准备了小书签啊。那个你可以积极一点，就是夏商周的商，那么它对，我要问的问题啊，我先回答问题。那个比如我们现在国家特别重视文物，我想问大家，文物的价值有一个重要的体现是材质还是其他？那个其他是什么？有人能回答吗？说一下自己的建议，举手。哎，学术价值？不是，您没事，您可能有道理，但是来，您不是举手了吗？那位女士，对，让她先回答，没事。文字。对，就是他回答的已经很正确了，就是这个，比如我发现了，比如考古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东西啊，比如有金、有银、有陶瓷、有罐子，有什么铜铁，那么它的价值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这个文物身上有没有文字，因为文字能够证史。那比如哪怕这个东西是个朱签。因为前2年是不是有个墓里，发现了朱签，而且好像是《论语》的那个原版，对，因为我不是学文物的，我的那个记忆可能会错位，但是因为我会关注这个问题，所以它哪怕是个朱签，它都很重要哈。一会儿让工作人员送你一个小礼物啊，那个，所以大家因为有好多小朋友嘛，比如未来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博物馆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文字的东西，因为很多人喜欢看这造型各异的漂亮，当然这个也可以看啊，那个但文字的东西也可以关注一下。我还想和大家交流的，因为很多人认知觉得我能写啊，我想说的是，这个能写就得平常练，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如果他从小的时候就对这个块感兴趣，那么他未来就会越来越好。如果他从开始都忽略了这项技能，他就未来越来越不能发现这个技能。我有同学，比如因为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的博士，身边很多搞艺术的同学因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早期就是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就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啊，是全国的。那么比如学美术的同学，很多人对色彩是非常敏感的，而且比如我们看着2个色彩很一般的颜色，或者3个4个，它搭配在一起怎么搭配，它立马就出现非常好的这种效果。但是你让他写东西，就能等于杀了他一样，就是他没有锻炼出这个维度的这种思考。那么我们就回到我们中国这个最注重的3个层面，人礼。这个礼呢，主要是原来就是在音乐体现的，就是为啥拿出这个讲礼的时候拿出这个衍生了那么多音乐，为什么音乐能体现礼呢？因为一会儿还有一个问题啊，在第3个问题，就是在古代，我们的国家最重视2种，叫国之大事在什么？哎呀，太棒了！每个人都应该发你们一个，对，国之，因为那个第一个祀就是祭祀，祭祀用什么？最重要的是音乐，就是吹打，包括我们说的那个编钟，是吧？都是和祭祀有关的哈。那么容就不用说了，因为安全是第一嘛。那今天仍然是，所以我们要研究火箭，研究什么各种，那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的武器，或者是重要的
权柄啊。那个这个就不再说了。那么礼最重要的体现在清明节里有很好的体现，一会儿我会专门讲清明节。最后一个敬，那么其实这个敬同样是和祭祀也有关系的。那么在古代慎终追远的这个敬呢，它主要体现的，比如《论语》就曾经说，你对父母的这个孝敬啊，到底就是养吧，他不直接用孝敬这个词，就是你养父母，只是给他吃穿，就是保证物质的层面，这不叫养，或者这不叫孝。他还要注重精神的层面，就是同样，那他也是在教导我们和父母相处，平常除了给日常的金钱的保障之外呢，要多的，就像我们常说的回家看看也好，电话也好，或者说用其他方面来体现他精神层面的这种养啊，这就是敬的。因为你对一个人的敬，它不单的体现是一个养，它重要的体现的是尊重啊，这个敬其实是尊重的一种表达。好，下面呢是底层逻辑，这个就简单说了。刚才其实把文化的层面，我把它通俗易懂的讲了，我就怕大家觉得枯燥。其实，如果有搞研究的人，我的博士论文下载量很高，就在中国知网上是可以直接下载的。它的全称就叫中国传统节日当代精神价值研究，就专研究这一块的。第一部分就基本上是中国传统节日当代精神价值研究。之所以拗口，是因为这个中国传统节日呢，重要指的就是我举例的主要是当时列入国家级非遗的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元节、中秋节，还有这个重阳节，还有我们叫小年的那个腊月23，然后进到除夕这一个周期，主要是列为国家级非遗的这些为代表啊。那么其实节令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是传统节日还是节令，它都是和生命的流转和时间文化相连的，这是简单的说。那同样我们的这个节日的传承呢，它同样是有这种礼仪的成分的延展的，尤其是构成了我们生命的轮回。比如我们中国人特别注重就是子孙后代，它其实也是一种流转，一种生命的延续啊，这简单说。下面我们来进入每一个节日，这个轻松一点。第一个节日是大家都熟悉的春节。春节呢，其实早时候的春节，它和现在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最早的时候，那么为什么慢慢有变化呢？也是根据这个年，我们就说丰收。按理说，简单的丰收一轮主要在秋天，对不对？所以秋季在古代的有皇帝的时候，秋季就是祭祀是非常隆重的，因为上天给予了你恩赐。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水利工程这么发达，那么靠天收。那假如这一年是旱季或者说是涝季，它都收不了什么东西。所以那么如果这一年到秋天能丰收，那这一年就是圆满的了。所以秋季很重视。最早的年并没有在冬天，是在秋天。但是随着大家就要知道呀，你想想秋天如果是因为年呢，刚才说的是文化层面，但是假如就像我们的星期一样，我们现在的工作日、节假日，它也是一个对生命的调节，对不对？那么你不能总在紧绷的状态。那同样，你看刚才我抡了一圈的这些传统节日，就零散在我们的一年当中，它是一个调节，就是我们的时间分叫常日，就是平常的日子，还有什么日？狂欢日，就是节日。其实所有的节日，哪怕是清明节，其实在古代都有狂欢的成分，只是呢，它更侧重还是不侧重？侧重在哪一个方面？比如元宵节，那句著名的诗“众里什么”，对，大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实你看，你说它是情人节也是，那是因为这首诗的，但实际上它有狂欢的成分。那包括清明节，实际上在古代的清明节，一会儿我也会讲，清明节它是3个节日合一的。哪3个节日？
上巳寒食，清明，清明是一个节气本身也是哈，所以你看，那么先说春节啊，我们还回到春节，它早期不是这样，但我还界定啊，前面这一大串主要是界定我这里讲的春节，因为春节它有很多界定，广义的界定等于进了腊月就是年，人家不是常说吗？是吧？那就太长了。那么，因为我们今天还要讲元宵节，所以元宵节也要刨除开。所以我这里讲的春节主要指什么？大年初一一直到初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能完全是初五，就常说的法定节假日这个时间，这也是我们有时间来进行节日狂欢的时间。那在这个时间段里呢，春节主要有什么休整和体验？早期是神圣，现在是世俗。早期就是敬神为主，现在呢就是家庭团聚团圆为主。早期是休整，就是那个时候因为秋天是丰收了嘛，只有冬天又冷，庄稼又不长。我说的是农耕时代，早期它是一种休整。那今天呢，重要的是一个体验。我们每个人，比如在今天这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在座的各位从不能说天南海北吧，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来到这里，大家坐在这一个场域当中，就是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呢，会让你的生命比对着手机要对你的生命的滋养要强很多哈。我自己很喜欢这样的空间。这是两个大的转换。那么具体怎么转换啊？就是古代呢是农耕的一个叫什么休闲就是和农耕和农忙相比的一个休整的时间。那么今天呢，主要是一个生命体验的时间，也是唤醒我们记忆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里，最重要的就是只要和亲人在一起，无论是在哪里都是家啊！我就是这种概念。我经常春节不回家。大家肯定说，刚才你还讲要春节回家团聚呢。我经常不回家，不代表我父母不在身边。比如我会把他叫过来，比如去旅游在不同的地方去看一下。我妈妈年龄很大了，今年带她去南方，最南方啊，我不说了，可能敏感。那么那个，他就没有坐过飞机，也没有坐过轮船。那我就让他体验一下，我就发现他就不停地看，就是然后去了最南端的那个大海，因为我要和他讲，他老问，就像小朋友一样要问。然后我原来去过很多次，我不知道，竟然我们国家的那个南方还不是最南的那个曾母暗沙，就是说海南岛的那个最南边，就是三亚的南边吧，就竟然都比越南还靠南。我说的越南不是全部的越南，就是越南大部分都比三亚还靠北。我是看地图才发现的。那所以就是体验一下不同的。你看，比如像三亚，它就是纯热带，就在赤道。那我们这边的节令和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对亲情的重视，只要亲人在，哪里都是家。这是春节，春节的年俗啊。这个大家都熟啊，我就是因为它毕竟是重要的年俗之一，所以我就列了一下哈。今天最重要的年俗，在中国人看来啊，这个饮食大于天呐，所以年夜饭是必不可少的。无论你看不看春晚，你一定要吃年夜饭。那么同样，现在因为小朋友在，肯定这个压岁钱、拜年，这都是要存在的。我并没有把所有的都写进去，不代表春节就这2个习俗，这个大家都很熟啊，我就不延展了。那我们稍微延展一下元宵节。元宵节呢，刚才已经说了，有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那么其实它有2个含义，从原始意来追的话是，那么一个是佛教的这个层面，一个是道教的这个层面，或者叫道家的层面。道家呢就把这个佛教是点灯敬佛，或者说道教叫3元，就刚才说的上元、中元、下元。那么他们其实我们中国的这种宗教影响特别大。说到宗教影响，咱们通州是不是有个3教合一的地方？对，就是那个啥，现在已经是4A 了吧？对，三庙一塔，就是你看，就是
这3种宗教都融合在一起，在通州最典型哈。所以其实，在古代很多文化里面都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的元宵节，它早期也是这样的一个从宗教，我们刚说神圣的这个角度，宗教的角度。你看我这里是按历史，其实我在论文里要把它从古到今捋一遍的。但是今天我们重点说，元宵节最盛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呢？是唐宋。唐宋这2个时代啊是特别有趣的，稍微给大家说一下。现在前2天也是不是有一个最火的这个电视剧，就是是唐代的后期，对，太平年。那么唐宋这2个时代最大的有趣是什么？唐朝是所有人想象中的最繁盛的时代，就是大唐。但实质上呢，对于普通人来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最幸福的时代应该是哪里？宋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宋呢，看似如果从我们传说的历史来看，它是最可怜。为什么？它国家版图不完整，那个就是战争不断，尤其是戏曲里杨家将打仗总是和那个辽打，辽里的这个辽太后，辽在哪里？就是我们今天北京。对，就是真正的辽，包括河北啊，因为那时候的北京是河北的一部分，所以那时候我们都是辽，说实话，这个地方都是辽。那实际上表面上看实际上宋朝，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懦弱无能，他打仗并不多。为什么？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进贡，维持和平。他真正打仗的时间，不能说完全不多啊，就是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而且宋朝呢是比较重视文臣，所以为啥那么多的诗词，像苏轼、辛弃疾、李清照这些人风格不一？为什么这么多呢？是因为文人在这个时代是得到重视，而且俗文学也开始发展。俗是什么？比如后来我们说的小说，它的早期就叫俗画，画本就是在那种勾栏瓦舍讲书唱戏的这种，在宋朝是非常发达，也就是叫市民社会。而元朝为啥刚才说元宵节那首诗那么有名啊？因为只有在元宵节才宵禁。平常是宵禁，只有元宵节才解禁，所以才有了这个元宵节，让大家感觉是狂欢呢。因为大部分可能大概一过，我这个没严格，我说的不准就大概一过晚上9点就没人了，因为它都什么东市西市东坊西坊都关门了，大门一关就没有这个了。但是在宋朝却是繁荣的啊，所以很重要。那么下面我们说几句诗词啊。你看，这都是和元宵节有关的。对，唐寅因为这个是著名的明道的四才子，所以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所以灯谜赏灯在元宵节是特别重要的。传统戏曲里有好多赏灯的小戏曲，其中有一个河北的一个地方戏，我一下想不起来它的名字了，就讲那个小姑子借嫂子的鬓迹，那个鬓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其实就是梳头发，有点像通俗的就是刮的，对，像梳子那个东西。其实那个戏曲演员不是垂着那个东西，就有点那个，就是戴在头上又滴溜溜垂啊，就讲，因为他要去参加这个节日啊，就是唱得特别好，就是特别有趣。那么那一个也是诗啊，我就不读了。这里都是和元宵节有关的叫什么民俗啊，民俗。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狂欢的成分，另外就是灯饰。说到灯饰啊，在古代你想不像今天，说实话我个人的喜好呀，我这个不代表官方，也不代表任何我个人的喜好。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今天的这种灯，尤其是那个很夸张的一个大动物的造型，就那种精致性没有。在那个宋朝有个著名的那个古书叫什么呀？那个就有点像《清明上河园》这个词儿的意思啊，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因为我长久不做这个民俗研究了。
对对对，就是什么路，东京梦华录，对，东京梦华录里边记得很清楚，它那个灯饰是什么样子，我的论文里引用了，那是10几年前的事儿了啊，所以就是它能把那个灯做成登山登海的那个效果，而且每一个都很精致。古人他的惊奇在什么地方呢？他既能做大，而且大里关键的有细节，这是最重要的。而我们今天的大，它是空的，它就是直接拿气一冲 OK 了，就没有那个细节。人家这个大，比如我小的时候啊，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但是不是叫2、3年，应该5、6年前，是疫情前吧。我回过我的故乡，看过我们那儿的那个，我们叫热闹。我是河南人哈，先说河南，我们家叫道口，那个道口著名的叫道口烧鸡吃的。但是为什么道口烧鸡有名？我给你们稍微说说我的家乡，这个我写过文章的，就是道口啊，它本来不是这个，我们就是滑县啊，我直接撂老底儿。那个，我们滑县呢，它本来的县城不是道口，因为每个地方的县城是哪里？城关镇，对不对？从县的角度来，我们也是城关镇，我就是城关镇的。但是为什么后来滑县的这个县城成为道口了呢？原来我也很奇怪，后来研究了，看地方志才知道，是因为在明清时代呢。我们都知道大运河，今天我们也在大运河的这个地方啊。那么实际上大运河它分很多段，也分很多时间。如果大家去那个大运河博物馆去看就知道了哈。那其中我们这一段呢是京杭大运河，就是杭州到北京的这一大段。那么实际上在那个洛阳到天津有一个叫永济河，而且更早，也是大运河。它施恩仪的时候这些都算的啊，只是分不同的段。那我们那个滑县到天津，它就是我们滑县的道口所在那个就是永济河的一部分，而这个道口其实就是渡口的意思。我们说天津它也是津嘛，天津也是渡口的意思。那我们道口的这个名儿也是，因为那个时代呢，就是那个运河真的是四通八达，那个时候还是有船只来往，既运人也运粮，各种运吧。所以呢，它从洛阳，对，从洛阳，对，从洛阳往北到天津，所以呢，到天津就叫永济区。它可能不是全部叫永济区，它至少挖的时候是叫这个名儿啊。您可以查一下，稍微，我这个不精准，您就搜永济区，就是大运河的一部分，它就出来了哈。现在这个高科技很厉害。那么至少我们这个呢是因为它就在这个运河旁边，然后呢可能那些。这个地方可能是个弯道吧，他人都要在这儿休息。那么这个可能那个地方的人我们那儿人真爱吃烧鸡，真的是逢年过节。我小的时候，比如新亲戚，啥叫新亲戚？就是新结婚的这些，或者是将要结婚的，比如定了亲的，你知道串亲戚要拿多少只烧鸡吗？你们猜一猜。双数一般是4、6、8、16。是这样的，所以新亲戚最多能拿16只烧鸡，就是比如现在人，因为大家都经常吃烧鸡，所以一般是拿2只或者4只就行了。但那个时候，在比较穷的时候，小的时候，就是靠这个，就是4、6、8，就是这样上。所以呢，那个地方它这个烧鸡是这样出名的，是人们都因为它也方便带呀。那个烧鸡确实还挺好吃的哈，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元宵节，那么它实际上它是有内容的，就是我们老家是在城关是在15，就是农历15、16这2天有社火有灯会，但是我们还沿袭了一个重要的习俗，在道口这个地方，正月28、29。还要出会，这个会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社火，而且全国有名儿，它有特殊的习俗，比如，因为我们近在讲元宵节嘛，就是我们叫背歌抬歌，就是那个小朋友背在头上，然后穿戏曲的服装，孙悟空，白娘子，等等各种的这种戏曲的人物，那小孩呢，能够
能够比如上这个台，有的喜欢啊，你看那么冷，有的小孩就一点都无事，还神情自若，那么他可能就是有点从民俗的角度就是能保平安的意思吧，所以大家都愿意去参加。当然如果这个孩子不愿意，那就也不会说强迫啊，这肯定是反正这个习俗是非常热闹的。这些年因为大家都比较重视自己当地的文化，也做直播，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这种去参与一下是很有趣的，你带小朋友去参与一下。而且在我们的相邻的县叫浚县，这个县呢是大年初一一直到大年30天呢，都是这种各种的庙会。所以很有特点。那么就是这是和我们的元宵节有关的。元宵节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在不同的地方是有社火的，比如在山西，比如在河北那个打铁花也属于这个节俗里的。是特别有名的。那我们也简单说一下元宵节的节俗。节俗最重要的今天还是饮食在第一位，就是我们说的吃汤圆儿，吃元宵。这主要是北方是多为元宵，那南方呢可能就不一样了，主要是我这也写了，因为我没在南方过过，不知道准不准，这都是查的，不一定准啊，因为南方人可以批评。这是饮食。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主要说了饮食，没说其他的啊。我看一下还有其他没有啊？那要拍的就拍吧。那么元宵节其实我刚才解释的那个社火更多在各地，那么饮食也是其中之一。其实猜灯谜也在社火的一部分，都属于灯会的一部分。下面我们说清明节。清明节呢，它是3节合一，大家都知道。那最早呢，实际上是清明是个节气。你看有意思的是，其他的春天一共6个节气，一会儿我会讲，但是只有清明是和节日融合在一起的，而且不仅是和节日融合，还和2个节日融合在一起。是因为呢，我们中国这个。还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吧，在不同的地方流行的不一样。但是如果从大一统的角度来说，如果这儿过这儿，那儿过那儿，可能也不方便统计。就像我们说秦朝的重要意义就是车同轨啊。那么同样，这节日的它也是在慢慢的演变过程当中，慢慢的同化了。所以清明节有几个含义。第一个是节令。就是作为节令的清明，就是万物复苏。第二个是作为祭祀，也就是我们说的今天特别重要的一元，就是慎终追远的这个，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是作为就是清明节这一天呢，还要踏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清明上河图》的那一层含义。它实际上是也有这种人和大自然。对话合一的一种层面。我记得我好像放了一个清明上河图，我不知道在哪里了啊。有这3个含义。那第一个含义呢，就是祭祀最重要，我把它放在了最前边。这个方面呢，在今天包括。国家层面也有好多地方比较重视，比如河南和那个陕西都有个皇帝祭祀，因为都有自己的皇帝陵吧。我是今年去参加了河南的皇帝文化论坛，和我们院长，很大。那么今天你看，从国家层面为什么还要办这个？我想和大家稍微交流一下。而且他们的省委书记、省长都出席了。它主要是有我个人的解读啊。当然他们当地的社科院也做了研究。第一个维度，今天当然也是要注重慎终追远，就是说对祖先的尊重啊。这也就是他现在用的词叫根亲文化，根脉的根亲啊，根亲文化。第二个实际上是有这种团结的意味，因为河南自认为是。中原嘛，是叫老家河南，是很多姓氏的发源地。比如当时我们去参加，有意思的是，有很多人举个牌子，上面是个姓。我有个同事姓张，然后呢，他没看到那个张字，因为各种姓就是举着啊。他说我说我看到你的姓张，他说我要去合个影，他就跑过去，他要合影的时候，那个人说，这也是别人传给我的。然后就给了他，
哎，我就在想，其实很有意思的，因为这样呢，就大家不断的在传递，就在他照相的时候，我给他照的时候，就有人也要来合影，他就也把这句话，就是说这也是传递过来的，就是有这种团结的意思。这个团结是我刚才从姓氏的角度，当然更重要的是，比如海内外的华侨，包括港澳台也来了很多，它也有这个概念，其实也有招商引资的这种含义在里面啊。从举办方来说，那从清明节这个角度呢，它更多的是对逝去的先者，我们叫慎终追远的这个皇帝啊一种祭祀。但是今天举办这个活动，它不是光这一层含义，比如它也有招商的这种含义在里面啊。这是清明，它另外一个习俗啊，这都放在一起。你看，第一个是踏青，就是我们刚才说清明上河图，其实里面有很多踏青的这种游春的。第二个就是放风筝。这个只是习俗之一啊，但它其实就是把晦气放出去，所以人家都说嘛，一般不要剪风筝，记住哈，一般不要剪，至少在古代放风筝是这个含义，就很多人放到一定程度就把它剪了，就等于把晦气给放走了。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祭祀。好，春天有3个传统节日。为什么春节会放在里面？还是一开始给大家交代的，因为立春才是这个新的一年的真正的开始，所以在中国很多时候春节是在立春后面，再加上春节是很重要，它就是在虽然是冬天在进行，但是它只要立春在它前面，它都属于春天里的节日啊。第二个是元宵节，第3个清明节，所以春天有3大节日啊。那么春天有6大节令。下面我们一一来看。第一个是立春。3节日6节令。对，3个传统节日，6个节令。第一个是立春。那么立春是所有的节气的第一个。那么立春呢，从那个我刚才说，从这个天文地理的角度呢，每一个节令是有3候啊，所以呢，它主要指也是万物开始。那个时候还不叫复苏吧，就是大地开始解冻，那么水面开始冰面开始融化，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个节令呢，它也是一种更新的开始，所以属相呢也是从这个开始的啊。那么民俗里边呢，在传统的民俗里面，立春呢特别重要，为什么？它是有个象征，就是新的一年开始了。那么在古代，尤其是皇帝，有个重要的习俗，就是我们说的鞭春牛，也叫打春牛。那么在饮食上，重要的就是北京吃什么？吃春卷儿，对吧？就是要咬春啊。这是你看，第一个就是咬春，把春天咬进嘴里。小朋友笑了，下一次你在立春那一天吃春卷，会觉得哎呀，春天来了哈。不过因为现在有大棚，吃什么都感觉是一样的了。但是如果我有一年呢，去那个叫什么陕北那个活动，对我的最大吸引力是什么呢？是国家艺术基金的一个项目，可以把陕北走一遍。哎呀，我想这多么好的机会，我就参加了这个活动。它真的是陕北呢，有一个地方还是习总的妈妈所在的那个，是个村儿，我一下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了，反正也是个旅游景点了。可能是陕西的人会知道。我那个去参观这个村儿之后呢，大部队走了那个正常的路线，我们也走了，但是中间有人在休息或者抽烟的人，我跟其中一个朋友，我们俩就随便推开一扇门，敲了人家门，跟人家交流，然后特别好，然后那个他又介绍他菜园子，他菜园子就在房前屋后啊，就没有离很远，就人家送我们西红柿，就现摘的西红柿。和我们现在的西红柿真的不一样，那个口感真的所以真的是应季食品，尤其是就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不大棚里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哈，就是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看，
这个活动本身啊有很多很多的流程，但是就这一口西红柿让我记忆犹新，所以它很重要哈，饮食很重要。那么这是北方是春饼啊，我们要南方是它叫春卷，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这个春卷有炸的，咱们那个春饼是有点像卷烤鸭一样的这种，这是吃的。那么边春牛呢，在这个古代是很重视的，因为今天我们都在城市了嘛，可能不太明显了。但你看它这里有俗语，我专门把它加黑了。所有的仪式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都是一种美好的祝愿。所以边春牛打3下，风调雨顺，笑哈哈。它的目的就是风调雨顺啊。那这是边春牛，这个就通俗一点讲啊。立春的诗词，这个是我这个博士论文里的那个有个附录，我当时的一个很德高望重的老师说这个很有价值。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大数据啊，我真的是先通过网络，当然也要通过网络找各种诗词。我背后的就是传统节日的事，比如春节有哪些诗词，有哪些俗语，有哪些民谣，然后清明节有哪些元宵，我就按这个顺序。我前边是电子找有很多不准的，今天你也是，你大数据找的别人是错误的，它出来的也是错误的。我还要到图书馆去找到这个原始的最权威的文献去比如搞研究小朋友啊，我想和小朋友交流，我喜欢小朋友，就是至少我听说的啊，就是在西方小孩这个教育里边，其中从小就开始有调查的这种概念，就是比如给他一个主题，比如就让他研究春节吧，比如那么春节除了我们在网络上或者在文献里查到的这些东西之外，更重要的你要看在生活当中是怎么过的，你怎么总结，怎么归纳。比如在中国春节可能北京不明显，我举个北京比较明显的中秋节。中秋节不是北京的重要习俗是兔爷吗？哈，那么你去调查中秋节，就去那个民俗博物馆，在朝阳，是吧？在朝阳那个就叫什么东岳庙啊，它的另一个名称就叫民俗博物馆。那它那里就有很多习俗。那同时现在很多博物馆都在举行各种习俗，比如像那个大钟寺，大家去大钟寺。我已经参加过2年，他们每年的中秋节都有活动，要钱不要钱我不知道呀，因为我那个都是带你，就是特适合照相。他造型，他做了一个嫦娥奔月的那个造型吧，他还有很多的，包括那个漆扇，就是都是那个非遗的项目，什么挂的那些小灯笼一样的，还有吃的，就是都还挺好玩，关键好玩还能拍照，还能听音乐，因为大钟寺它钟嘛，它还是和音乐有点关系，所以它举办了很多这种就是类似节目吧，就是表演，每年都有。所以你看这2个都是中秋节举办的。那么你让孩子调查完这个，你就发现里边有习俗，是吧？有文化，有艺术，那么它就很鲜活了哈。这个调查研究。那我在那个做博士论文也是这样，就是先是文献查找，不是先是就是电子查找，然后要核对，因为做学术它最重要的是不能人云亦云，一定要最权威的，原则上是最前沿的。权威是怎么体现？比如权威的人、权威的出版社、权威的版本。什么叫古籍善本呢？今天我们坐在图书馆的讲堂里，那古籍善本就是古代那个最好的版本哈。那同样，比如今天出版社，什么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就相对因为它是比较权威，它在校对上，在这个知识的正确性上也更高，它是这样的哈。那所以这孩子做研究，就未来就包括我们现在申请项目也是这样的。那么你列的后边参考文献绝对不能是特别 low 的。那个说好是为啥叫前沿呢？前沿指的最新的，你不能说比如我的研究是20年前研究的，我今天一点都没有
更新。那今天已经发展了20年了，有新的，这叫前沿啊。这些呢都是对未来的，无论你走不走科研这条道路，但是你上学考试，那么都会有点帮助哈。这是一个框外话，这里的节日的不是立春的这个诗词俗谚啊，你看。说到诗词俗谚，你看他又回到了我们开始对这个文化的交代。你看像立春，它的这个俗谚是不是就有点像那个天气预报一样？它为什么有这个？真的很神奇啊！下次你可以在立春这一天看它的天，再看看未来的天，是不是一样？人家不是说正月15雪打灯，不是8月15云追月，正月15雪打灯。你可以验证一下到底对不对。所以真正的节日节令是和历法和天文和地理都是有联系的。如果因为今天这一小课，然后比如小朋友感兴趣了，未来他在这里钻研，可能他真的成为了研究这个天文地理的一个权威，真有可能哦。所以所以立春的也有这个，你看立春晴，它这里的百事兴还是和农耕文明有关。这里的兴主要是指的是风调雨顺啊，不是现在咱们完全说。当然你如果想从这个美好的祝愿角度去理解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本意实际上是和农耕文明有关系的哈。这是立春的一些俗谚，我就不一一来读了。下面我们看雨水，第二个节气。第二个节气就是刚才说的每一个节令都有3候啊。那么这个雨水呢，你看鸿雁来，草木萌动啊，那就是说大雁呢，它是特别，就是动物，它是特别对这个，就像刚才说的那句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样，动物实际上是对这个大自然是最敏感的。比如地震来的前兆，就有很多动物的这个先兆啊。那同样这个雨水，其实这个时候呢，虽然叫雨水，因为立春还在冬天，在咱们概念里的冬天还在穿羽绒服，但雨水同样也在穿羽绒服啊。你看今年的冬天是不是很特殊？冷的时候特别热，热的时候又冷。那么实际上这个雨水也还基本上在不能叫冬天吧，就是还穿的比较厚，但是呢。大自然的动植物已经有体现了，尤其是动物。植物呢，等它发绿芽的时候，你都知道是春天了。但是动物不是这样，动物可能在它已经萌动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体现那么多啊。我们看习俗，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习俗是回娘家。刚才说节日有一个调节休整的概念，那么其实这个雨水的这个节令，它也是一个调整的概念。因为这个时候啊，你看春节忙着在家过年，虽然说从大的年来说，整个一年来说它是一个休整的时间，但是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春节他还在家里忙活呢，那么元宵节也还忙活呢，那只有到雨水这个时候，相对来说那个节日也自己家的事儿也忙完了，地里的农活还没开始，那这是一个回娘家的重要窗口期啊，这也是农耕时代的一个。所以你看雨水回娘家，吉祥有荣华啊，这个俗语啊也是给大家加黑了。这是在古代有这样一个习俗。那么再说这个川渝地带，就是四川和重庆地区。有一个习俗叫拉宝宝，其实就是认干亲的意思，这都是历史上的，因为现在节令咱都不怎么过了，我只能说历史上的。那么它这个是实际上就是在古代，就为啥农村原来给孩子就取名字就叫什么狗蛋儿什么狗蛋儿什么什么，都用这样的词啊，是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你取一个叫什么天妒英才嘛，你要取个特别好的名字，那个阎王爷就会关注他，那是古代人，不叫古代，就是乡下人这样，也不能叫乡下，不太好啊。就我小时候啊，我只能这样来形容。我小时候，我们村有个人，他就叫什么
我用河南话来叫粪堆，就是粪堆。普通话就是粪堆，河南话就是粪堆，他就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在他的母亲看来，取这样的名字好养活，就是意思是不会被这个杨王爷关注到啊。其实我想回到这个拉宝啊，他也是这个概念，就认一个干亲，有更多的人关爱他，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都穷，在家容易生病，所以他流行这样一个习俗哈。那雨水的诗词。刚才那两个也是供大家了解，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在节令干什么，现在已经不熟悉了啊，只是让你了解不同地方有不同的习俗。那么诗词还是你看著名的《春夜喜雨》就说的是雨水的这个事，你看它也有这种谚语哈，雨水雨，水成河，雨水晴，麦成堆，也就是雨水这个节日的不是这个节令的时候下雨，那么未来就是水成河，就是未来就下雨多。那如果这一天晴呢，就相对来说呢，就可能好叫不会涝灾吧，就是收成好啊。这也是跟刚才那个叫啥立春也有它的那个天气预报的成分一样的啊。就是但是我想跟大家说，我们中国的我们把这不论是节令还是传统节日，最终都归到中国的历法。中国的历法还是很牛的，真的是有很多预知在里面。下面我说第三个惊蛰，这个一听名儿都知道要干嘛，是吧？就是动物，这下更懵懂了啊！而且这一天开始打春雷，冬天一般不打雷。我们看一下它的习俗啊。这也是南方的一个习俗，祭白虎打小人儿。大家知道打小人儿是啥意思吗？马张扎。不，你的感觉像那个《甄嬛传》里的那个那叫啥？那个不是啊，打小人其实他不是拿针扎，他就是象征性的打，他是对。就今天的一个有点像那个拿那个解气娃娃一样，他的情绪价值主要是你身边有很多他认为小人吧，就是不好的人，但是这一天呢，就是惊蛰不是坏东西，不像端午是大的坏东西出现啊，就是那个这个惊蛰呢是小昆虫啊，这种小的出现，它就是可以辟邪，也是一种辟邪。这种都是以前的习俗，不是今天的习俗啊。而且那个如果从那个搞音乐的人啊，比如你是打鼓的人，那么这个时候也开始，因为和雷神有关嘛。雷神出现的那个雷声是不是像打鼓的声音？当然我们不能说完全一样啊。所以这一天呢，很多地方也蒙鼓皮，就是鼓都是大家知道鼓是怎么做的吗？哎，大家知道哪儿有个大鼓吗？那个中轴线上。对，很棒啊。那个这就是那个一会儿小朋友一会儿结束了，让那个叔叔阿姨送你个书签啊。所以呢这个习俗也是蒙古皮啊，也是农耕时代的一个习俗。看诗词，诗词俗谚啊，你看惊蛰惊雷响，虫儿出来逛。你看惊蛰嘛，就是那些小昆虫啊，小蟋蟀。现在因为有暖气，其实有的虫子都不死，那个就有的它还活着，包括蚊子，冬天都活着。好，我们再说这个，要给大家说一下。你看春分有个重要的昼夜，对，昼夜平分，这个很重要。那么其实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个，比如那个我们老家有个俗语啊，叫立冬吧，是说的过了立冬什么冬至啊，还是一天长一线，指的是就是白天，指白天。你看那个是冬至，那个颐和园那个17孔桥是不是有那个金光穿孔是吧？是叫金光穿还是金孔？对，反正就是那个
所以呢，它就是和这个太阳的直射的角度纬度不一样啊。那但是我们的春分是昼夜相等的哈。所以春风到，蛋儿俏。那么这俗语就是这个蛋是什么？我小的时候就有，我们同学就拿个鸡蛋，来立一下，就是因为它昼夜相等，它就等于那个引力好像也是差不多的，只有这个时候立更容易立啊。所以它的俗谚里边有，你看春风刮东风，夏至雨蒙蒙，是不是还有那种天气预报的成分？你看我们的历法里，你看有很多啊。春分昼夜等，干活不怕冷，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变暖和了，就不再穿冬衣了啊。好，哎，这是啥图？这为啥专门弄个这是啥？这是个送外卖的这是上一次在大运河博物馆那个专门讲解的人说，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有各种职业，那给你们专门细化一下，有送外卖的，因为今天送外卖太突出了啊，然后就我也把这个给你们弄出来让大家看一下送外卖的，你看拿了2碗饭还拿着筷子啊所以你看他这个就是典型的民俗画，就是各种的。你看他这里，你看那个，光桥上有多少个职业，有多少个人，有多少个身份，所以为啥这幅图它的重要啊，就在这里。老师，那个脚垫是啥意思？哦，脚垫就是歇脚的，其实相当于旅馆，可不是洗脚的。对，这个上头我没照，你能给这么翻一下？上一个啊，好，可以。好，这是清明上河图啊，供大家了解一下。下面我们看清明，因为清明我们刚才也讲了一些，在作为节日的清明讲了，所以这个就简单，我只把诗词列在这里了。因为我们前边已经讲了作为节日的清明，那么清明里边的诗词是最多的，同样也是和农耕文明有关的民谚也很多，比如清明墙后种瓜点豆，这个是小的时候我记得学课文的里边就有这个词儿，这是指的农事指导。那么雨打清明前，春雨定频繁，就是在清明前边下雨，这个就是春天的雨就多啊。后边这个就不说了，这个就一个俗语而已，就让人注重祭祀的。那我就想最后啊，看看还有2个还有谷雨。那谷雨呢，这里说到它的一个习俗，主要是渔家，也就是打鱼的人有什么习俗。因为这个时候才开始出海捕捞，原来捕捞冬天是叫什么保渔期嘛，现在咱们都专门规定。那么历史上其实老百姓自己也形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在鱼产子的时候一般不去捕捞它啊，就是只有它长到大致差不多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是开始准备出海。看一下诗词，这个就没展开它的习俗啊，主要是也是它的诗词和俗谚。诗词和俗谚里边，你看，主要是祭海啊。刚才说的谷雨这个时候主要是出海的祭祀。你看这个时候开始出海打鱼，能怎样呢？鱼虾满袋。下边还是有一个天气预报。谷雨雨，谷满仓；谷雨晴，谷不盈。就是谷雨这一天下雨就能谷满仓了，但是谷雨这一天如果是晴天，也就是说谷就不饱满，或者说打得不好，也是一种天气预报，农耕时代的啊。好，我们来总结一下，给大家拍照的时间啊。我们这个其实前边无论从文化根底、底层逻辑，还是习俗，还是诗词，那整个来说呢，其实我们春日里的节日，包括传统节日，也包括节令，都是和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律例是有关系的。那么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啊，春日的节日主要有几大特征，给我们几点感悟。第一，无论是春日里的节日还任何的节日，实际上都要怎样？作为人要顺应自然，敬畏生命。我曾经问过啊，因为前段时间有个亲属去世了，
很伟大的一个人。我用这个词，可能别人会说我有点夸张。我就举个例子，这个老先生，在14年的时候，06年的时候2次捐钱。14年不是06年吧？我是05年开始参加工作，那时候我是老师，我拿1000多的工资，那时候人大部分是1000多的工资吧，就是普通人啊，不说特别挣钱的人，人家能捐8000块钱修路，等于快捐了1年的工资。就是所以呢，对这个生命当时感悟很深。其实他也是长寿了，但是因为我说到老年人，我就想说我自己啊，我昨天摔了一跤。人最害怕摔，真的是，我摔得很厉害的，我也没有跑，我也没有那个，但是可能是个寸劲儿。昨天不是下了一点雨吗？我们小区门口，我下了出租车，从这儿过，平常那个地方是，除了正门之外呢，它也不是个正门，它是个小门，它是停车的，它停车所以是那种网状的结构，有草，有那个立的那个砖，有泥，关键是有泥。那不是下雨吗？我也没太看清，关键还有个小坑，我还是正常的走，它就噌就跪下去了。哇！当时我觉得我的老命都要了，我现在双膝盖啊都红彤彤的，就是因为我穿的裙子，因为我爱穿裙子，那天没穿袜子，就这位老人也是，摔了一跤就去世了。所以任何人都是本来87岁，但是身体很健康，很好的一个人。大家你看他，因为他是突然去世的，他是早晨8、9点钟到12点就去世了。你想想摔这一下，即使这样好的一个人，所以你看，当时他追悼会的时候，有从北京，有从哈尔滨，有从贵阳来的，因为他也是个老师身份嘛。假如他是正常的病，那就来的人更多哈。所以敬畏生命，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是传承文脉，凝聚情感。前面说的敬畏生命，其实在我们的清明节里是最重要的体现，春节也有春节也有祭祀嘛。那这个传承文脉呢，凝聚情感呢，春节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么狂欢节的，就是元宵节也有，都是凝聚情感的。就是其实我们的传统节日的情绪价值是很高的，只是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些传统节日都不放假，所以有一段时间的人对这些节日很模糊。为什么？因为他小的时候没有在这个时间段，就像今天没有在这个时间到这个空间去感悟，所以他就没有这种习惯。这个人这一生呢，是要有很多仪式的。为什么结婚大家都知道有仪式，其实生老病死它都有仪式。生就不用说了，死也不用说了，那就是病呢。假如一个人生病了，有人看望他和没人看望他，还是情绪上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传承文脉，凝聚情感，是我们传统节日节令的重要维度之一啊。这是第2点感悟。下边第3点，在变化中寻找永恒。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周期的变化，从春天，我们就说4季吧，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是变化的。人这一生也好，整个宇宙也好，永远的永恒是什么？是变化。所以永远在变化，就是有的时候看似不好的事情呢，你只要把这个变化利用好了，它可能就是一个好事情。所以又回到我们哲学前面所说的，就是万物叫做苟日新，日日新，永远在变。但是在变中，我们需要一些精神的寄托，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什么？恒久不变的东西就是信仰，就是情感，就是价值。你认为有价值，它就有价值；你认为没价值，就是没价值，有点我思故我在的意思了。比如你今天来这里，可能有的人还要开车，还要打车，反正都是时间成本和这个金钱成本，对吧？
那你如果说我今天这一天，我来了，因为这一次沟通和交流，我既开阔了眼界，我又学到了所谓的知识，又感悟到了，那我是有收获的，那你就是有价值的。但有的人会说，哎呦，我可能好像跟平常也没啥区别，那就是没价值的。关键是你自己来寻找这个价值，不只是今天，任何一天，任何一刻。我以前曾经说过一句话，因为我经常，前段时间我老公的博士生还找工作找我，请我给他写推荐信。我说好呀，我就发现这个孩子，都不说他的好与坏啊，他没有好与坏，我就说他的这个选择，很漂亮一个小姑娘，也很智慧，因为我老公是个属于乌龟派吧，就是不爱那个，我呢属于相对性格，大家也能看出来，性格比较开朗一点的。那孩子跟着他，当然该指导的他肯定该尽的义务是有的，但是呢，我总是在想，除了正常的一个老师尽的义务之外，孩子还需要长眼界，有经历。因为我从我自己的成长来看，我刚才也说了，我读博士的期间，包括读硕士期间，就开始跟着。就是不能叫大人嘛，就是相对来说有学识的人一起做项目，我就发现，就是在工作中历练出来的。同样也是，你看那个演员，我曾经去年做了一个北京的节日调查，主要是春节啊，就是那个因为那是个国家社科的重大项目之一，我写的是剧场里过大年，因为博物馆过大年，什么庙会过大年是吧？现在城市说北京。我写的是剧场里过大年，我专门做了一个调查国家大剧院、那个北京人艺、东方演艺集团、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其中还有啊，我就不都说。其中调查和北京国家京剧院的院长一起交流的时候，他给我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就现在的学生，尤其是学戏曲的，大家都知道，戏曲是台下10年功，台上10分钟甚至1分钟。那么现在的孩子在学校教育里面呢，他就会那2段戏，就是说他就只剩下唱了，他身上没功夫了，他不练。你要是到剧团，你还得重新练他，所以他们专门有个项目叫100日集训，如果喜欢听戏的人可能会知道。那么他就觉得这个教育是有问题的。那同样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学习当中，如果是完全的就是按照别人给你设计的路线去做，可能不适合你，你就一定要在这一切里的日常当中找到你自己的点。我刚才说的那个孩子就是他。很快，不能叫很快吧，也许早就谈了啊，就是男朋友就结婚了，而且在老家，不在北京。那他这样做呢，而且很快又生了孩子。当然，这不是说他不好，就是这是他的选择。但呢，给我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她肯定不想留北京，因为她老公也在家，又生了孩子，是不是？但是可能，也许，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结婚生孩子，也许她感悟了她的生命。他特别想留在北京，现在又要写推荐信，当然他这是他的第2次选择，咱也尊重啊。细节咱不聊，就是说，就是自己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命的价值点，这是很重要的啊。这是感悟3。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的是春之声，就是春天的节日节令啊。实际上呢，无论是春天的。因为我们今天正好是春天的最后一天，还是整个的传统节日，1年4季的，它的重要的一个规律是自然的节律，是人要适应自然。就是刚才说的人是天之父也好，还是人和天是相通的也好，其实我们的生命就要适应自然啊，让我们的生命节律和大自然的节律合拍。那么中医其实是有这些讲究的啊，这些咱不延展来，肯定有很多老中医会跟大家交流啊。你春天尽量吃什么，或者是比如我们有个俗语叫什么
冬吃萝卜夏吃姜是吧？也是，你看萝卜是冬天产的，那除了它是产的，肯定还是有原因在里面的。中医也是一个非常好值得研究、值得弘扬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因为马上要结束了，我看一下时间也差不多，可能还延展了一点。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突然晕倒了，大家都没有概念，很害怕，就把他送到医务室。那个老师我不知道他，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病，因为一没给他拿药，二没有也没说原因，就给他在脚上扎了2针，他就醒了，而且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中医还是很神奇啊。当然你得找对，就像我想给大家做个比喻啊，因为我们现在在座的都是非常有知识、有文化、有层次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就中医也是这样的，就跟那个上学一样的。比如这个人，他是中学生，他也学了知识，是不是啊？但是他是中学生的认知。他是本科生，他也有知识和文化，他是本科生的认知，但后边还远着呢。而且知识和文化这个东西，包括记忆，它是一生的事情，所以他这个判断在什么阶段的人怎么认知，还是需要去判断一下的，不能盲信，任何事情也不能盲信啊，总是要有自己的判断力。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